俄罗斯说自己很强硬，英国说自己很淡定。黑海这场游戏里边，谁是说假话的一方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6月23号大概晚上的时候吧，网上出了个新闻，一出现呢就开始传的到处都是了，说英国的一艘4、5级驱逐舰跑到了黑海，就在人家俄罗斯塞瓦斯托波尔要塞门口溜达去了。然后呢，俄国舰艇飞机就过来围观呢，不仅是围观，还开火警告，说这飞机呢还扔了4枚250公斤炸弹，就扔在英国军舰的航行路线前方。然后呢，这个俄罗斯人说了，我们打完之后，开完火之后，英国军舰呢就走人了。大家第一反应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因为大家最近也是被假新闻吓多了。等等吧，再看看消息吧。结果呢，过了几小时，各种官方消息都出现了，各种细节内容也出现了，证实了不是假新闻啊。但是呢，俄罗斯方面跟英国方面的宣称内容呢还不一样。俄罗斯说的是飞机也开火了，军舰也开火了，英国人吓跑了。英国人说不是啊，说俄国人说谎，说你俄国军舰是开火了，英国飞机也投弹了，但是你不是针对我警告啊。说你们是俄罗斯在单独搞军事演习，你开火是搞军事演习，飞机扔炸弹那个位置呢，也不是在我船头正前方，所以呢，你怎么开火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是自己走我自己的，我们不是被轰走的。不过呢，这艘英国军舰的航迹很好查，上网可以查，大家只要查这个航信呢，就是 AIS， 就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的信息。能查到很多软件可以查这个东西，确确实实你查出来，这艘英国驱逐舰的航向一直是保持航向东南。图上看呢，这个航向没有什么明显变化，好像不是被轰走的。不过有一点啊，在这个航线过程中呢，有一段路是进入了俄罗斯领海的，而且进入最深到了3.7公里。那么进入之后再往前航行，就是快速航行穿出这个领海了。所以呢，英国军舰虽然是保持航向，但是呢，这个过程中如果被驱赶冲出来了，也可以算是被轰出来，但是他也可以不承认我没有改航线呢。不过很快呢 ，BBC 记者在舰上拍摄的视频呢，现场视频呢就上了网了。这位 BBC 记者呢也够哏，就是完全不给皇家海军任何面子，有什么就说什么了，挺实诚的。包括什么内容呢？就是剑桥里的情况。甲板上的情况，俄罗斯海军的一些个动作，还有双方舰艇之间的无线电通话，全记录下来了，清清楚楚。英国国防部说了，我们的驱逐舰没有受到鸣枪示警啊，可是视频里的内容不是啊，恰好包含了几个警告。俄罗斯人通过无线电发警告了，你们马上改变航线，你们要是不改变航线，我们就开火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英国水兵开始纷纷的把那个防火头套套上去了。另外还有几个细节啊，就是英国水兵观察了随行的俄罗斯舰艇。一艘俄罗斯护卫舰，然后一边看一边说：“开火了，他们开火了。”有警告有开火，那你说英国人说的不是对我们进行警告，你怎么解释？英国也许想说，俄罗斯舰艇的射击呢，可能跟警告无关，人家是搞演习，不是警告我们的。但是镜头中还偏偏出现别的内容，就是英国军舰拉战斗警报，水兵们呢有点紧张，有点忙乱，然后呢，军官就命令他们，告诉他们这不是演习，都回到原来座位上去坐好，进入站位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开始做各种战斗准备了。然后呢，俄罗斯战斗轰炸机苏24从这个英国军舰上是贴身飞过。所以 BBC 这个视频一公布啊，还算是够透明的。那么现在到底谁说的是真话，谁在那儿死撑面子，就非常清楚了。不过呢，就算是英国海军被煮熟了，嘴巴还是硬的。BBC 这个视频虽然说是打了英国国防部的脸，不过打完之后呢，回手就揉了一揉挨打的地方。因为视频最后呢 ，BBC 也吹了把牛，说双方这个较量呢，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，也是这个信息战、舆论战层面的。说去年北约舰艇就被俄罗斯海军给追过，不过呢，我们英国海军没有被吓倒。至于这次闯入俄罗斯领海再被轰出来的事儿 ，BBC 解释说，这充分证明了英国敢于向俄罗斯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发起挑战。他进了人家领海被轰出来了，说是敢于向俄罗斯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进行挑战。所以 BBC 说这段话的时候呢，真是没羞没臊，不要脸。不过一艘驱逐舰偏偏跑到黑海惹这个事儿干嘛？也不是没有战略目标啊。英国一定是希望通过这种对峙引起俄罗斯跟北约的进一步紧张。如果俄罗斯北约进一步紧张的话，美国也必然会给英国更多的支持，至少能把海军的主力拉回来。不然的话，俄罗斯在夏威夷一折腾，海军主力全往东亚那边调，
那么英国这边又靠谁撑着呢？好，关于英国和俄罗斯这一轮斗法到底是个什么过程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